大家，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我是 Olivi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点挑战的，就是把男生的西装外套改造成一个长版的西装背心，以及一个内搭的马甲。制作过程中你会需要的工具跟一些配件，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那里看。这个西装外套只有2个扣子，然后我想要把它就是重叠部分抓多一点，可能可以做成2排扣子，因为它刚好在我大腿的中间部分，所以还蛮适合做成迷你裙的。垫肩的部分我决定要在下一集一并跟大家解释。在开始之前，想要跟一些老师傅说声抱歉，因为我拆开才发现这一件西装外套是用传统工法手工制造的。打开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破坏他们作品的感觉，就很不好意思。那我们先来看长版背心的这个部分。这一件西装外套的拆解的方法，原则上应该会建议从下面的部分，可是因为我带回来的时候，它的内衬中间这一个缝线就已经破裂掉了，所以我就从这里下手开始。需要开一个小缝，把整件西装外套由里往外翻，所以不管是开在西装外套的下缘，或者是它的内衬的中线的这个部分，其实都是可以的。但我觉得放在下摆的话会比较好操作。就像刚刚说的，垫肩的方式其实有蛮多种的，然后刚好最近有收集到几件，所以我想下一次就一起跟大家说明垫肩的部分。那就把垫肩的部分拆下来之后，我把中间这条破裂掉的内衬的中线重新缝过，然后同时也把袖子拆下来了。我想要先操作的部分是下摆这个开叉，想要把这个开叉拿掉。那之前有一集是教怎么把裙子的开叉缝合起来，那这里就是西装有内衬的这一种开叉。总之你把线拆掉之后呢，你会得到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反翻之后你会发现有些多余的布料，这些多余的布料最后都要被裁剪掉。我在这里比较注意的是这个西装的外部跟内衬接缝的点，以及它要延伸往下的时候的一个直线曲线，所以我就又往上裁了大概5到6公分左右，然后我们要沿着这个直线延伸往下来缝一条平针，等一下多余的布料再把它剪掉就可以了。这一条线越平越直越好，我这里画的有点曲线，所以回去又修改了2-3次。我在缝之前，在外部的反面这布面上面烫了一个布蹭，然后就可以沿着边把内衬跟外部的开叉都缝合起来。接下来要处理的是肩膀的这个切线。它原本的袖子口开的蛮低的，我们就沿着这个你需要的这个肩膀的宽度延伸往下，一直到它袖子口开的底端。为了确保我刚刚随意画的这个线是两边有对称的，所以我就又额外多做了测量。测量的时候建议是从领口的部分往外测量，而不是从袖子口这边往内测量。我的做法是不停的定位，就是每往下5公分大概要减掉多少的布料来这样做定位。确定之后，记得留1.5公分的缝份，就可以把多余的布料剪掉了。外部跟内衬都要做一样的事情。事后想起来这里的做法，我会觉得要跟里面的内衬先用大头针固定之后一并做剪裁，会比较好。
你可以拿其中剪好的一边来做另外一边的比拟，如果两者差距太大的话，就可能要再回去做一些调整。再来就是要正面对正面把袖子口的外部跟内侧缝合在一起。这个部分你可以先在正面的时候把它们两块布在缝线的位置往内折1.5公分左右的缝缝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捏住之后，另外一只手从下面开口伸进去，去抓住你刚刚留的缝缝。确定之后，就可以把另外一只手的缝缝往下摆拉，就是下摆的开口拉出来，你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旋转布料的感觉。那你刚刚拉住的那个对齐的缝线的缝缝的部分，就可以用大头针线固定起来。这会是我们等一下的依据，然后就要沿着这个缝缝旋转整个袖子口一圈，你可能会遇到比较窄的地方，就是空间不够大，这时候可能就是要一推一拉的把这个袖子的口缝合在一起。这个步骤看起来非常复杂，但是多试几次，或者是你实际上去操作一次之后，你可能就会比较有概念。因为这个切口是有一点弧度的，所以我们要在转弯处稍剪几个缺口，让它在反翻过来之后不会有布料被拉扯的感觉。运用同样的手法把另外一边的袖子口也做好，然后稍微用熨斗烫平一下。这时候我一口气把袖子以及下摆等一下要收尾的部分也烫平，还有就是刚刚拆下来的袖子等一下要做成马甲，那个我也先烫平了。下摆的部分我开了蛮大的一个开口，原则上会是一样，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。最后只需要留一个大概一只手掌可以过的一个缺口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的手法跟刚才的袖子口有点如出一辙的感觉。总之，你先捏好它们应该要有的位置之后，另外一只手伸进去里面，然后拉出你刚预留的缝缝。整件背心、整件外套会变成一个很像卷起来的样子，就不要忘记要留一个小缺口，等一下要反翻。反翻之后，最后这个缺口要用手缝的方式收尾。你可以先用熨斗烫过之后，找到它的就是对齐的底线，然后用滚针缝或者是长针缝来做。它原本有2个扣子，我打算在它们2个扣子之间再多一个，然后再复制贴上到另外一边变2排。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下面再多2个，好像这样看起来比较平衡。稍微画了一下扣子的定位之后，我发现第2排就是靠右边那一排延伸出来的扣子可能会碰到内衬，这样子还蛮不好看的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反正露在就是会在里面藏在里面，不会露出来，所以也还好。可是我就还没有想到说要这么大胆的去做，所以呢，我就后来只有保留中间那一排原本的排扣。在做扣子眼之前呢，你可以拿碎布来做一些测试，
然后确定这是你要的样子跟宽度之后，再来做它原本应该要的位置的扣子沿。用试做的扣子沿来定位，可以避免手画的造成的误差。就是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它会碰到内衬，其实很两难，因为我觉得两排的排扣会比较好看。如果缩到里面的话，这样子扣子的间距又太宽了。原则上，你会希望这个排扣的距离会大于一颗扣子，然后排扣跟边缘的距离会大于半颗扣子，这是之前我在书本上看到的。所以依照这样的概念，我觉得可能会不怎么好看，就把那一排排扣拿掉。你觉得呢？还是你觉得两排扣子会比较好看呢？就是会碰到里面的那一层，就很两难。总之，你可以拿刚刚做的扣子眼来定位等一下要缝的扣子的位置。背心做好啦，接下来我们来看马甲怎么做。首先，你要先把袖子跟袖子的内衬拆开，把所有的部件都拿下来，然后完全烫平这个布料。大家就一边看一边听我说。我把可以做成马甲的免费的模板放在下面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点击来下载免费模板。我用的模板刚好在上个礼拜才去二手店找到一个$0.8的二手模板，然后就按照模板的指示把所有的布料剪裁好。马甲的做法是由中线一路往左右两边来做，所以先是前板的中线，然后再加上前面侧板的2块布料。建议把弯曲比较多的布料放在下面，然后上面来用手来调整会比较好缝。刚刚是前侧板，现在是侧板，就一路往左右两边做结合，所以最后一个就是背板。结合在一起之前或之后，你都可以在这一块外布上面的背面烫上一个布蹭，会让它的布料更挺。按照同样的手法，你还需要一块内衬以及一个做骨架的布料。我的选布颜色有点大胆，所以大家尽量可以搭配你的内衬。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我的内衬很透，所以就选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黄色来做。这个骨架我是在网络上买的，就是整捆的骨架，是可以经过裁缝机直接缝上去的。在扣除上下的缝份之后，你可以剪裁出很多的骨架，可以按照个人喜好去摆放你想要放的骨架的位置。我觉得我还没有确实掌握到装骨架的技巧，所以这边就不跟大家多做说明了，献丑。但总之呢，就是一路做这个支架，然后往左右两边做对称。缝完之后会长这个样子。在跟外部和内衬结合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它的顺序。首先是要把内衬的布料的背面面向这个骨架，然后再把外部的布料正面面向内衬布料的正面。然后我们就沿着这一个边缝上下2排。如果你要加装肩带或者是像这样子的绑带缎带的话，你可以这时候来做测量。我想要做的是可以绑蝴蝶结的那种绑带，所以就是前后各左右1条，总共4条缎带。把缎带放在内衬跟外部之间的这个空间，然后取适当的距离，在胸线以及
背板的中间的部分来做固定。这样就可以把它们在上缘跟下摆的部分缝合在一起。我们在布料有弯曲的地方的边缘剪一些小缺口，等一下反翻的时候才不会全部拉扯在一起。接下来就是把整个骨架跟整块布料都烫平，在胸部比较有曲线的地方，你可以拿一块小枕头来辅助来来烫平这个有曲线的地方。两侧的收边呢，我用包边带的原理，原则上就是正面对上内侧的正面，两端多留了1公分、1.5公分左右，然后往后翻。先用大头针稍微固定之后，等一下一口气沿着这个边缘缝大概0.5公分的位置，或者是1/4的缎带的宽度。缝好之后，把包边带拉到另外一边，翻折2次，缝在边上。如果你的缎带有一些纤维掉出来的话，你可以用打火机稍微烫过，烧一烧它就不会再掉了。最后收尾就只剩下孔眼的部分，孔眼的距离我觉得不要超过1.5寸，其实看起来都还可以。我的大概就是取1.5寸，大概4公分左右。市面上应该可以找到专门做孔眼的工具。我的想法是，工具越大的话，这个孔眼制作起来会越方便。我的就只有给一些小工具，然后要自己用铁锤来敲。使用上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但应该会比一些压制的大型器具还要再花一点时间。然后我看市面上有一些评论觉得，这样子用铁锤的方法力道不一致的话，可能会造成孔眼歪斜或者是变形。孔眼的制作方法大概就是一个在头，一个在尾，然后把布夹在中间，然后用铁锤敲一敲。完成之后再穿上一个缎带，这一件马甲就完成咯。这是西装原本的样子，我觉得这次的挑战，这次的改造算蛮成功的。如果真的要挑什么小毛病的话，我会希望再回去修改袖子口的下缘的部分，它有一个小小的角度，我觉得可以修掉。至于扣子的部分，我还是觉得2排会比1排好看，可是目前1排就够用了。我可能平常穿的话，也不会把它扣起来。马甲的部分，就像我说的，我其实不是很有经验，这部分的学问，尤其是安排支架的那个排法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好的方式。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。如果你真的尝试了这样子的旧衣改造的话，你可以用左上角那个名称来 tag 我，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作品了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